好生说话，说仔细了。这，贼军来了，露面。传令全军，据城10里下寨，事后前出200步，遮蔽大军左翼。小弟兄们都小心点儿，那城里怕是有怪。走，杀！杀！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，可若是论及用兵，天下藩镇众将里，及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。想让他大义轻敌，吃上一个小亏，怕是痴心妄想了。贼众虽远了疲惫，一开就走，确实无懈可击。张彦泽就这么容气，先帝与当今2代天子厌极了他，却始终剥夺他的兵权，果然有些道理。今日打不了仗了，让儿郎们谨慎些。若张逆没有功劳，这9掌容积，不拘于这一时半刻。臣内如何？回禀领公，钱粮、民意诸事都已安排妥当。自今夜起，京师恢复宵禁。不过1个白日，如此已是不易。民状如何？回禀令公，昨日入城的民状已编户7000有余，聚成了70个壮都。也还罢了。各邦国结镇使馆可有异动？回禀灵公，两边的随员都已打散，编入了亲军。行馆那边，桑相公于晚间时分已经过去安抚了。桑国桥，周礼有云：邦交者，问也，聘也。如今贵国天子弃国，北朝大军逼临京畿，公卿必位，人心思变，鼎义之机只在选种之间。冯国公酷命老臣，上不能奉君王安社稷，下不能治六军抚黎庶，竟然逼废国礼，拘禁使臣，驱使上国之士如遇奴仆。唉，国乔相公此来是问言，是聘言？徐鼎臣，你依旧是只有这些废话吗？礼崩乐坏的是大晋，不是大唐。那若是杜重威将河北州郡举手奉于北国呢？先帝做得，多领公自然也做得。杜重威能卖河北诸州，却未见得敢卖河南。桑某干，边云16州，便是桑某卖于耶律氏的。论及与北国做买卖营生，杜重威怕是越不过桑某去。千古名册在上，你桑为汉，便是那华夏明教第一罪人。已经是了，多卖几个州，也不过依旧还是。既然如此，能让鼎臣兄的大唐毗邻北国，能让淮南郡县也知道什么叫做大草馆，什么叫做倒灶菜，什么叫做米肉铺子，能让江宁城里的君臣公卿们
一息硕金，桑某余愿已足。桑国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冯令公说，咱们大晋没出息，能降北国，不可以降叶夏、遑论张彦泽，那是尔等的事啊！也是尔等的事。国乔，辛苦了。持国秉政，桑某不及令公；卖国求荣，令公不及桑某。徐铉答应了。契丹天子驾抵京师之前，南唐不会与杜重威和张彦泽交通往来。二贼若是有信使内奸，徐铉也会带南唐徐家婉拒。编入侍卫清军的南唐使团护卫，徐铉遣了南唐枢密院北面防通事官李元清协助编练弹压，城破之前方不会为乱。京师之乱平复之前，南唐方面不会借机向吴越用兵。下官水丘替大王谢过桑相公。桑相公，请恕小子无礼。若南唐不肯就范，执意和张彦泽书城示好，相公真会卖了河南、河北诸州吗？司空，子非我等藩臣可知。水丘公，我想知道答案。以前郎所思，桑某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啊？小子不知道。小子自幼书法受教，读了许多圣人诗书。夫子著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卖国纳土总是不对的，是吧？前郎既知是非，今日又何必再有此问呢？若在杭州时，此事无可争议，必然是不对的。然则，自此番中原之行以来，小子却是越来越糊涂了。原本以为的是非，似是而非。及至今日，方才听了相公所言所为，小子心中浮现出是非二字，竟突然觉得，此时来问及是非，如问饥民何不食肉糜，荒天下之大谬。为何会如此想？小子也不知道，只是心中一时疑惑，便问了出来。还望相公恕罪。年轻真好啊！相公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桑某痴长一些岁月，见识阅历稍过于前郎。郎君可愿信桑某一言？愿听相公良言。是非是有的，一定是有的。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易。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，卖国求荣，将16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，使华夏故土卑视穷庐，祖宗故人皆从左任。此乃桑某万世之罪，此乃中原万世之耻。翌日，若有人与郎君言，先帝迫于形势，桑某无奈为之，请郎君莫要犹疑，当即扑杀此僚，与世人除此奸恶。你要想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咱们在吴越时就是个笑话吗？
你又在说什么混话？我是真觉得我自家就是个笑话。我帮轰了6个接掌两军，杀了戴太尉，囚禁了3哥和大帮凶。我认为6哥不对，去找他争辩。我想救3哥，申纪一点醒了我才给你发了信函。你阿娘率领船队截断前脚，把3哥救走了。我当时心里是极得意的。我得意的是，6哥不知道这些事儿，是我这个整日混迹于鱼市酒肆的不成器弟弟一手做出来的。你的确救了我阿兄的性命了，不过是救了自家兄长一条命而已。那姓郭的孔目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便杀了一个人。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法纪，整治秩序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守规矩，这般才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这更多人的性命便是命，那一个人的性命便不是命了。若是我们能活着回杭州，你会娶我吗？啊？我阿娘说，你若是敢要了我又不娶我，她便再次截断钱塘，也要好好与你分明白这笔账。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些？我只是在想，若是明日这城破了，你我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。若是要死在这儿，我自然要想一想，我要埋在哪，要不要与你埋在一处？若是与你埋在一处的话，又是以什么身份？你看这城里头，每天有那么多人想活，眼前的这些人，每日忙得脚不沾地，不用吃饭，不用睡觉，反倒是你，这人像个傻子似的。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这些，你不如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要不要娶我？至少能让我明白，我死的时候要不要和你埋在一处。至少这是眼前你能为我做的事。你就是想说，别人都在做事，而只有我在自寻烦恼。这也怨不得你啊，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，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宇宙船舶，多少个人丧身鱼腹，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，你知道吗？人死在海里，身子不会沉下去，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，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，被那些大鱼小鱼争食，生生世世不得入土。眼下这个京城，就是这艘大船。这艘船上的人，有的人在系缆绳，有的人在补破缺，有的人在补帆网，有的人在摇橹桨。而你，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担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今日才知道，我自己是这般没用。其实啊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晴天蓝海的英雄，多的是像你我这般无用的人。其实他们无用的人也挺好的，至少每天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。至于那些国家大计、是非礼仪、苍生福祉，就让那些有本事、有能耐的人去想去做就好。我们只要把眼前的人、眼前的事儿顾好了，便不枉此生。
再派50个人，今天晚上调到那里去，守住那个口。啊，好。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咸红树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真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。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郎君，少时贼寇攻城，兵凶战恶，见识无眼，可没人照顾得了你啊！回禀使君，卑职知道。郎君知道还要一意孤行是吗？贼众围城，天亲在即，区区一个吴越国检校司空，在京师之内一文不值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洪处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拉开公公你！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铁西5000，兵入1万，攻击6郡，还有契丹1000。传令下去，各指挥坚守城墙，魔令擅自出营者立斩，大声宣唤蛊惑军心者立斩。击鼓。第1响掠宣阳门，第2响掠营出门，摆步慢水。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跑进营出门摆步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
拳300到500步，3拳只需2到3里地啊！你大早马力做得好，跑了个10来里也没打几个。拿起来这人的10圈，通知各指挥，进行半个时辰放慢。是。11个，少50辆，2个马厩指挥都用过5班了。第10圈了。明军，让齐军回来。想让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给你赌一个金钩子，是郑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仗着有眼色，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憨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啊！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。来，水酒口气。等我，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人都死了，败与不败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，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事到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终该是要有的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
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。可世道的错也是错，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什么人？逆袭！逆袭！怎么了？有人偷肠。偷肠？拉他，我跑。别队，向前！谁让我赶下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左，他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了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绳索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？来，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，这叶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我就是个破寨子嘛，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拽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。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你若是张太尉，将大营扎在南清河畔，又会将粮草辎重摆在何处呢？那自然是越靠后越好，越是靠后便越安全。那有多靠后？